大家好，忠实的观众朋友呢，会有印象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利用轮胎制作花盆时所割下的一面轮胎皮呀、割下的部分一直被闲置摆着，也终于派上用场。而利用废弃轮胎种植下的九重葛，目前开花的情形算是非常理想，已经需要花一点时间再次进行修整、调整树形了。为了让菜床再次垫高，降低主根处的土壤湿度，这轮胎皮的内面朝上，在使用上反而可以更为贴地避免土壤流失之外，土壤与轮胎皮也产生互助的关系。补足的土壤也可以帮助卡住轮胎皮滑动。现在进行移植的是扦插后已经长根的满天星百香果。这扦插的枝条是从已经开始开花结果的百香果剪下，而需要如此将土壤垫高的原因，是因为初次尝试种植在水田上。由于这个棚架希望采用多层次种植，而百香果的生长寿命比较长，更适合拿来当做提供遮阳的作物因此就先让百香果进场，丝瓜或是苦瓜则在另外考量而这轮胎围出后的缝隙，得用土壤进行填满，避免滑动外呢，也比较不容易变成蝸牛的藏身之处另一旁又在移植了一棵野生原生苗的传统百香果，一旁的堆草槽日后还可以进行堆放掩埋酵素渣。酵素渣用来种植灯笼果的效果，目前看起来算是相当不错。浇完水得用篮子进行覆盖的原因，不是要防蝸牛，而是要防更大只的狗目前隔壁小黑每天报道之外呢，小黑家新收编的另外一只小小黑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幼犬还不懂走道，防一下可以避免，还得重新育苗。而上方规划将水引上去的设施，则又进了一步目前已经搬了一个水塔过来，还缺很大的一阵东风。水塔脚架的替代方案，因为不好意思还劳动专业工具帮忙锁脚架，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思考折中办法。接着就顺道再介绍玉米笋与粉圆豆、丑豆的进度一旁的杂草不急着清除的原因是现在的天气，很多秋冬作物都还在生长采收有的一边采收，原地一边又种下，整地的功夫就暂时搁置这种感觉跟菜园里很难把所有空间都种满的原因很像因为家庭对于菜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目前的好处是可以达到吃菜自由但是诡谲的天气变化离种菜自由还有一段距离而现在先行直接浇下的是鸡蛋壳与甘蔗为主浸泡后的酵素玉米笋算是比较不挑肥，而丑豆刚好趁进入开花期，刺激开花长豆因为有挖了蔓延沟槽，也就可以直接在沟槽里浇水稀释。开沟的好处是可以让地底下的根系更容易吃到水主根处与主根的土壤表面可以维持干燥透气这除了可以让水更有效率被根系吸收，也可以降低长草的速度
1天后，丑豆因为是进入长豆期，气温高的话，豆荚生长的速度可以非常快，这得每天进行采收了。会遇到的麻烦就是豆荚的生长速度很快，成熟度还不够，豆荚再给一点时间生长，采收会更好。但是遇到太阳大的时候，隔一天又很容易长太大，这要快速消化掉也是一种困扰。因为后院还有四季豆也在拼命长豆中啊。而这专做玉米笋的品种，一株大约可以长到5-6根玉米笋，长出触须后，大概2天就要进行采收了。实际的时间很受日照多寡的影响。现在比较热的天气，长出触须后，顶多3天就要采收。影片后段就再到后院拍摄一下四季豆的状况。现在看到的是棚架下侧边的四季豆，这都是采用不拉网的方式种植。个人是觉得只要提供攀爬的竹子，间距维持通风，当它爬上竹子后，就可以长得很好啊。不过虽然号称四季豆，天气很热时呢，长豆子的效率会比较差。至于不拉绳或是没有拉网会出现的状况或缺点，再另外进行拍摄说明啊。由于天气转热的趋势明显，种植时感觉很快就会开花长豆，于是又多种了10几颗四季豆啊。现在最大的麻烦大概就是剪辑影片的速度呢，赶不上作物生长的速度了。以上分享，谢谢收看。